新增加的功能。2020年的10月国庆以后，我们新增加的功能，我们基本上所有的信号都增加了，就是一个自定义探头的功能。我们以前像这个位置，每个通道A 的探头部分，通道 B 的探头部分，自定义探头勾选上以后，我们以前会在这里面预设了很多种探头，这个是我们厂家定义的。那其实用户新增加的功能是用户可以自己定义一个探头，然后把它加在里面。那你就不用每次都手动在这设置了，直接在下拉列表里选。比如说这是我们自己定义的，比如说这个x20自己定义的啊。其实它就是把这几个值就跟原来的自定义探头是一样的，两组值定义了一个带斜率的斜线对比例关系，然后一个单位啊，然后把这些还有探头的名称存成一个 XML 文件啊，你只要遵循这个规范去写，它就会可以增加一个探头进去。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探头就这么些啊，现在已有的探头，我们是在示波器软件的目录下，它会有个 props 这个文件夹，就是英文探头的这个文件夹。你进去以后，它就会我们有一个文件啊，这是我刚才建立的。然后你可以建一个自己的，比如说你要建一个自己，你就复制一个，比如说我复制，然后粘贴，然后改个名字，你想要自己的名字，比如说你自己造了一个，或者你买了一个，或者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40:1的，比如说我起名字叫 x40，然后你用文本方式去编辑它就好了。你会看到它就是个 XML 文件，其他的格式你不要动它就行了。这是 XML 的一些信息文件，你不用管它啊，这个你也不用管它。然后你会在这里面，这是单位 unit 单位，比如说你要单位是帕大气压或者是什么随便输一个只要是字符型的就行了。比如说我们单位是这个，然后你的两组值，你会看到这两组值就是原来的就是我们的基础是示波器的标准探头。比如说我们如果是测的是1伏的话，那么你定义这个探头对应的是多少伏？0伏的话，你对应的探头是多少伏？比如说第二组值，比如说我的标准探头测出来是1伏的话，你的探头对应的是多少伏？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关系你把这比例关系写进去就行了。比如说像这个，我的标准探头标配探头测的是0伏的时候，比如说你的探头也是0伏你就写0。那如果我的探头测的是1伏的时候，你的探头测出来应该把这个定义成20帕，对吧？比如说20，没有说40吧刚才是叫40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写好了以后就完了就可以了。你关闭的时候先保存好就可以了。这就多了一个目录下多了一个，然后你在这边你就会发现你可能把它关掉一下再开。软件在打开的时候，它会扫描这个路径，然后找到探头，比如说这个自定义探头，你会发现就多了一个 x40选了以后就是它的单位就是帕，对吧？然后0伏对应的0帕，1伏对应的是1帕当然如果你弄错了，你要改，你也可以就在这改掉，确定它当场就生效了但是它不会改变你的文件。确定，选中了以后，确定这边就会看40帕，一格是40帕，这边的坐标都会变。好，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它了，你直接删掉它就好了。比如这个，你删掉它就好了。或者是你要修正，你发现你标定的不对，你把它再打开再改变就好了那一种是说你可以自己来定义这个探头，或者是你告诉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把它写
这个文件，然后你拷贝过来就行了。好，如果大家是有自己买了一些比较流行的或者我们没有支持的探头，你也可以写好文件传给我们，我们就更新发布出来，那大家就都可以用了。